你好，大家，我叫阿里克斯，欢迎你们来收听第2季我们的播客。那首先，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为播客选择了一个名称，播客的名称是老外说出来，英文中的 Foreigners Speak About It。那 Johnny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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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呢？我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在想起来，想取名字的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当然要放那个老外字在里面。那当然。那要想，我们看看 YouTube 有什么呃别的 channels 有在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老外爸爸，还嗯。有老外看中文，然后想取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要跟那个外还有什么别的字可以跟外有兴趣吧。嗯哼。所以我第一想就是老外太帅，但是太帅可能比这个不较太夸行吧？这个不张吧吧。行。所以我嗯跟你一起想，还有什么字可以放在一起的，然后想到老外说出来，听起来好看吧，好对，好听的，是不是？是啊，是啊，没错。我认为，对，好像很多 YouTube 者和网红来自国外要把他们的东西名成老外嗯什么的，所以我们继续这个传统。和嗯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将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并与听众进行活动。我们将用生动有幽默的方式带给你们有价值的内容。和未来我们也打算欢迎客人来跟我们讲话。那这个星期我们讲的话题是孝道，那就是说孝敬父母、赡养老人等等。我认为亚洲和西方国家对这个价值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吧，不同的观点，所以是很值得探索。那 Johnny，因为上次你说你爸是来自新加坡，和你妈是来自马来西亚，对吧？嗯，对对对，所以所以但是你也在澳大利亚长大了，所以可能你的看法有一点特别。嗯，因为我会看两边的，因为一边的是我也是中国人吧，啊但是在澳洲出生长大，我可以看到西方人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兴趣吧，因为我们讲这些事情是好像我们说孝顺是不是？嗯哼，孝顺，对。嗯，对，所以对你的父母当孝顺的孩子是什么意思吧？所嗯以我一直都你带来这个主题，我就想很久是什么意思吧？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要父母就是把你长大，照顾你，教你很多事情，所以你长大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他们，是不是？嗯。但是。是你的想法是在中国国内，他们有些好像西方人都呃不想这种主体，是不是？是是是。对，我认为但是是很有意思，因为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讲孝道、孝顺的国家，和嗯古代人民就对孝非常重视，自古以来也流传着很多孝顺父母的故事，和最近几年这个孝道中国政府宣传这个字很难说，宣传也越来越强调。嗯，所以我认为是很有意思，因为对我认为孝顺意思是说你父母
变老的时候，你父母老的时候，你必须照顾他们，但我认为也意味着你有责任遵守他们的决定，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生活，但也对你自己的生活。作为孩子，你需要遵守和我认为这个概念可能来自西方的人，他们不太理解吧。嗯，但是我们不会说西方人不照顾他们的父母吧？因为嗯。你也是有父母嘛，你有照顾他们，是不是？你会跟他们讲话，你会跟他们，嗯，说你的心情那些东西，所以，嗯，我觉得是，在父母如何抚养孩子方面，存在不同的态度，西方人跟亚洲人有不一样的态度吧。是，对，所以，因为亚洲父母非常关心孩子的生活，经常想防止孩子犯下会影响他们的未来的错误吧。但这些错误往往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问题吧，或者更关心他们自己的面子和是，家庭的荣誉吧。嗯所以这两个字面子是很奇怪的字，面子是真的是一个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吧，因为是，在英文没有这个面子的字，we can say face，但是那个意思不一样的，是不对，很是？难翻译到英文，肯定的。但对，是小我们当孩子的时候，我们全部的人都以为他们的父母都做的完美，我嗯，爸爸是好像英雄吧，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人，最爱我的人，最疼我的人。但是，是父母也是人吧，因为我现在当个爸爸，我也觉得我父母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是好像我吗？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嗯我现在就是39岁吧，他们嗯39岁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怎么样？他们有很多自己的错误吗？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吧，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影响也是分给他们的孩子，是不是？嗯，没错。对，嗯我认为对是很有意思，因为中文也有一个词语，和这个词语是百善孝为先，那就是说孝敬父母、孝顺就是道德的底线，是最重要的道德和如果你没有你不孝敬父母、赡养老人，那你自己你没有道德，所以我认为这个想法可能有一点强烈吧，因为嗯可能你长大的你是孩子的时候啊、因为你刚才说的原因，你的父母也是人，他们也犯嗯了错误和可能犯了罪呀，还是在你家庭里面有家暴的情况，就是说嗯domestic violence 或者别的什么嗯原因，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好好考虑啊、当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有时候我认为，因为我们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和我们的父母是不一样的。有些父母可能是我不要说不好的人，但是他们也犯了好多错误。嗯。这些都只是我们用来观察世界的镜头吧。嗯嗯所以其实风水有这些尊重你母亲的想法，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运气和作为人的支持吧。嗯然后孝敬父亲如何为你带来更多财运吧。但是这可能有非常合乎逻辑的原因吧。
啊，嗯但并不迷信，因嗯为如果你支持你的妈妈，你照顾你的妈妈，很多人会看起来你是好人吧，所以看起来你是好人，你是妈妈的小孩子，你一直支持爱你的妈妈，疼你的妈妈，照顾你的妈妈，他们会也是给你一样的对付你吧。然嗯后支持嗯你父亲的时候你也可能利用父亲的朋友和商业伙伴网络带来的机会吧。所以有些想法是并不迷信吧。嗯。对，没错，没错，我也同意，我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吧，和嗯嗯在9年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我也认为嗯我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我认为孝道也积极影响了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可能在我更愿意听他们的意见，和嗯一般来说，我自己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觉得很感谢，现在很感嗯谢，但我们的关系现在还是像个，因为现在我长大了，我是大人，所以我们嗯关系现在还是像个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吧。那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我不需要遵守他们的决定我不需要嗯是意见，我可以遵守，但如果我不要的话，我也有这个选择。可能在，比方说在儒家思想里面，我认为这个想法不行，因为父母和孩子，父母的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对地位来说，他们是更高的一个人物。对对。嗯，其实这种想法，我成为了移民政治候选人的时候，我妈妈很讨厌的。哎呀，所以有时这种美丽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约束吧。嗯孩子们不会与父母分享，因为担心他们会让他们不高兴吧，也会导致不快乐，因为嗯。他们做了父母可能不赞成的事情吧。是是是，对，是一个矛盾吧。我认为每个传统、每个文化有好处也有坏处啊、嗯和我认为对孝道，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看法是孝道孝顺父母意味着不平等关系，所以可能来自某些西方国家的人觉得是恶劣的，但另外一方面。举一个例子吧，我奶嗯奶她已经去世了，我认为嗯应该在2020年她去世了，但她还在生活的时候她是聋子，所以啊、政府去世的时候，我父母决定让她跟他们住在一起，而不嗯送她到养老院。和嗯我总是很佩服他们这么做，因为是很嗯大的责任、很大的负担，和在嗯澳洲社会这样的决定也不是很常见的。我认为更嗯常见的是孩子送父母到养老院。我认为，嗯所嗯以如果中国人看到我们的习惯，可能他们就认为我们是恶劣的。嗯嗯，嗯对对，这这个是你放也，其实你给我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一直想，我不够瞎，我不够顺。但是假设有过火，一种育儿方法是告诉你的孩子不要碰火，并防止他们
接触火以保护他们吧。但是另一种教养方式是让你的孩子靠近火，如果他们接触到他并被受伤吧，他们这样知道永远不会再借取火吧。所以你要想一想，你要跟你的孩子什么关系吧？你是，要呃你要看外表面子的关系，还是要看更深入的关系吧？嗯，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想起来其实西方人也是现在西方人的父母也是有这些的叫helicopter parent 计生机计生机父母吧，是，好像他们一直不让他们的孩子做什么事情不要给他们碰到危险的东西，不可以自己学到什么是危险，要一直看父母会告诉他们不可以碰这些，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可以当鸟的时候，你要住在鸟笼，还是你要去外面飞吧？挡在鸟笼，那你有东西吃，你有地方睡，你有人照顾你，有人喂你，但是你还在那个鸟笼里面。你嗯要出去外面的时候自己做你的决定，自己找出来你爱的事情，做你的事情，不关心你爸爸妈妈说他们不要你做这些那些东西，那你可能有一点不孝顺嘛。但嗯。是你要找你自己的开心嘛，是不是？是是，没错，和我同意所有父母要他们的孩子高兴，所以如果对，我认为其实你听说过中国的老年法吗？老年房屋没听过。老年法，所以这是一个法律，就在2013年出版了。和这个法律说，如果你不好好照顾你的父母，或你不愿嗯意来他们家看看，那这是违法的。那当然，现实上很少人受到了这条法律的惩罚。然嗯而它的存在，我认为还是挺有意思的。最近几年，因为信用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有些官员在考虑嗯该不该用孝道、孝顺、孝敬父母和这个法律来衡量个人的信用状况。所以我认嗯为就是非常有意思，和嗯更有意思的是，我认为在中国很多老百姓他们支持这样的法律和赞成这个观点，那就是说，嗯啊、对，可能法律应该包容这个孝敬父母孝道，嗯。嗯。但是我觉得，亚洲孩子很难经常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情感吧？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的妈妈、爸爸从来没有说过，很少说过“我爱你”这种字。但是我长大的时候，我一直会跟妈妈、爸爸讲出来这种事情嘛，因为我现在有孩子了。我一直会告诉他，每天都是告诉他们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直要他们，好像西方人，但是你说你自己跟你的父母会每天说你爱他们，还是你家里是怎样？你家里是这样现在子吗？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就是我妈一个人说跟我哥哥和我说我爱你，但嗯她会用德语说 Ich hab dich 嗯 lieb，我爱你，Ich hab dich lieb。Aber und jetzt ja，因为现在我学习德语，所以脑子里只有德语词汇
是很有意思。现在我爸更愿意说我爱你，对，嗯，所以我认为这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吧。嗯，对对对，嗯，哇，你认为对？因为你说你小的时候，你爸和妈他们不太愿意说我爱你，但现在你是爸爸，你认为是很重要，告诉你的孩子我爱你和我支持你等等。嗯，也对，我要他们知道呃，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一直都会爱他们。因为我很多亚洲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也很难表达与希望孩子学业成宠或物质成功无关的爱，所以我要我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一直都会爱他们。但是嗯如果他们做错，我也是要跟他们讲出来哪里是错，哪里是对。但嗯是有些我们不要人家一错再错吧，是不是？嗯，是没错，但是很多孩子如果他们的嗯父母很难解释他们的情感，他们当父母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子吧，所以要好好学怎么怎么做好的父母，因为你当父母的时候，没有人给你一本书说这个是怎么当好的父母。是我们一直都是看，我们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然后我们学习他们，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不做他们的事情。如果我爸爸喜欢喝酒，我也可以当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还是我可以当一个不会喝酒的人，是不是？是，所以嗯看人家要看我们如果我爸爸妈妈有做好的事情，我要自己想清楚，在我的心里面，我要学这个吗？还是有不一样的方法可以是好的？是。对，我认为在我们人生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没有人教你怎么生孩，嗯所以是很有意思。对，我认为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如果未来我要生孩子，但我还是比较年轻吧，还有还有一点。有时候有时间啦。对，可能有一点时间，但对，我很遵守我爸，因为我爸他小的时候，他长大的情况下，嗯，他家庭里面有一点暴力家暴，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他爸会打他和他的哥哥弟弟，所以但现在我爸他非常的冷静吧。他的性格很冷静，他嗯耐心吧，和他完全没有不要跟别人吵架，还是打别人。和我嗯很感谢，因为我认为，让我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小的时候，你父母可能犯了有些错误，你不是要重复他们的错误吧？嗯，对对对，对，我很感谢。嗯，好，那 Johnny，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说到这儿吧。嗯，好吧，但就是非常有意思，和我很期待我们下次的播客。如果大家嗯有什么评论呢，你们可以评价我们，也给我写我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写我们。嗯，好，谢谢大家，再谢谢。见。